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搞。稍微认识我的人就知道，我是一个超级讨厌臭菜的人。但不知道是吸引力法则还是怎样，朋友跟网友们看我越讨厌臭菜，就越喜欢 tag 我各种臭菜的资讯，搞得现在只要网上一有关于臭菜的新食品，我就第一时间会被通知。还有各种讨厌臭菜是因为基因的文章，说什么吃起来像肥皂，但我都觉得这些报道根本就胡扯，因为它根本没有肥皂那么好吃。不要侮辱肥皂好吗？臭菜的味道真的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东西，只能说有一种从口腔进入贯穿全身的死亡气息。唉，总之大家好像对我讨厌臭菜这件事很感兴趣，所以今天就来讲我跟臭菜的故事啦。我从小就非常的不挑食，什么茄子、小黄瓜、洋葱、红萝卜、苦瓜、番茄这种恐怖食材，在我吃起来根本就毫无压力，跟喝水一样轻松。但是，就算是对食物接受度这么高的我，还是有一种东西是我一直无法跨越的，那就是臭菜。我实在不懂，为什么我这么讨厌臭菜的人，会出生在什么都要加臭菜的台湾。我随便举几个台湾人会加臭菜的食物。这是上帝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还没 Google 就能想到这么多欸。而且就商业考量上，店家加臭菜增加成本，我又不爱吃，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双输的局面呢？臭菜的可怕不只是它本身，而是它像病毒一样的扩散力，只要不小心沾到的食物，都会瞬间感染上这恶心的味道。汤里面放了臭菜，整锅不碰；皮蛋豆腐里撒了臭菜，瞬间变厨余；火锅里加了臭菜，即刻火化。一开始我家人还不相信，觉得我只是在挑食，然后说了那个极不负责任的经典台词：哎呀，根本没味道，你吃吃看。后来他们知道我是来真的，就不再逼我了。不过就在几年前，我讨厌臭菜这件事似乎有了一点变化。我记得那一次跟几个长辈们在外面吃饭，请慢用。谢谢。这个是。这种臭菜血根本没办法捞，而且这整碗汤已经被污染没救了。但这种场合不喝又太没礼貌了，现在没办法了，我只得灌下那臭菜水。啊，好难喝啊！我竟然吞下了臭菜汤，而且没有吐。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慢慢能接受臭菜了呢？难道接受臭菜是可以培养的？在那之后，又陆续发生了几次，我在不经意或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吃下了臭菜。虽然还是很难吃，但我发现我自己持续的在进步，不对，应该是说退步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是不是慢慢的我就能吃臭菜了？那岂不就表示我就没有天敌，能够畅行无阻的吃东西了吗？你疯了吗？你怎么可以接受臭菜？对啊，你为了自霸所有食物，跟仇人变成朋友，你还是人吗你？受到良心的谴责，我感到一阵恶心，为自己感到羞耻。后来，我每次看到臭菜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：我讨厌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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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，终于要一决胜负了吗？虽然我能够接受青椒、苦瓜、洋葱、芋头、番茄、茄子、小黄瓜、葱、香菇、姜、芹菜、豆芽、韭菜、辣椒、南瓜、杏仁、薏仁、秋葵、蒜、花椰菜、山药、木薯芽、莴苣、地瓜叶、红萝卜、芥菜、纳豆、九层塔、金针菇，但你休想跟他们一样，我是不会接受你的。走开！这愚蠢！怎么可能？这速度！你是多自以为是啊？你有想过我也不喜欢你吗？你以为每一种菜都奢望被你喜欢吗？我可不是那种没骨气的懦夫。
从有人类以来，我就被众人讨厌、唾弃，把我丢进垃圾桶的深渊里。经过了几百年的煎熬，我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也接受了我自己。我终于体会到，就算全世界都讨厌我，那又与我何干？什么意思？人的天性就是希望被喜欢啊，怎么会欣然接受被讨厌的事实呢？切，嫩，只有无视别人的讨厌，接受真实的自己，才能够算真正自由的活着。哪有？我也是很自在的在做我自己啊。真的吗？你看看你的 IG、Facebook， 你不停的用各种方式建构出虚假的形象，透过被大家喜欢而感受到自我价值。你需要这种虚荣心来满足自己。相对的，你也超怕被大家讨厌，只要少了几个烂爱心，你就纠结的要死，是不是？哼，这样对生命的觉悟，不是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鬼能理解的。等你有被讨厌的勇气时，我会在最自由的顶端等着你的。谢谢香菜老师。